表姐想要把儿子寄养在我家，反正你们现在也没孩子，正好提前适应带孩子的生活。我笑着接受了。终于在我和老公的 N 次带表姐家孩子打游戏后，表姐崩溃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家族聚会上，表姐甜甜身上戴满了奢侈品首饰，俨然一副身家暴富的打扮，刚一进门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亲戚们见状都夸她有本事，挣了大钱，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甜甜笑了笑，张口却说：哪里是我能挣钱，都是我老公有本事。这不是最近又升职加薪了吗？咱们家里数我没出息了，可谁叫我命好，嫁了一个好老公呢？哪像冉冉，靠自己就可以买房买车，莫名被催，我真的很无语。你要是想炫富就炫富呗，还要拉踩别人，也真有意思。没等我说话，甜甜又将目光转向我老公顾里身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你别介意哈。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准，不能老待在家里做饭，容易和社会脱轨。话里话外就是顾里不挣钱，在家里吃软饭。顾里的确在家休息的时间多，因为他名下的2家公司都有专业经理人搭理，只有参加重大决策时才会去公司出席。用他的话来说，活着就是为了享受人生。怎么到了表姐嘴里，反倒成了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我冷眼看向他，别来我这里显摆你的优越感，我老公上不上班关你屁事。甜甜笑了笑，装出一副好说话的模样。表妹，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一向心直口快，但没什么坏心思的。这么多亲戚在场，我也不打算闹得太僵，以免双方都下不来台，所以只哦了一声，不再揪着不放。平时大家都各自忙着工作，只有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才难得有空聚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在座的除了长辈，年轻一辈里也就表姐甜甜生了孩子，小家伙今年刚上小学，说话奶声奶气，长得非常可爱，很讨人喜欢。再加上刚才的拉踩炫耀，表姐今天也算是在亲戚朋友面前出尽了风头。本来其乐融融的一天，即使中间出现一段小插曲，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我没想到，酒过三巡，甜甜竟然借着敬酒的机会，在众人面前将我拉了出来，声音恳求。她竟然想把儿子陈浩寄养在我们家，理由很简单，我们现在居住的这套婚房离小学很近，只有200米的路程。再加上他们2口子上班挣钱忙，我老公正好在家休息，可以提前适应带孩子的乐趣。听到这话，我当下就愣住了，差点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忍不住问道：什么鬼？你和我开什么玩笑？活了27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用脚趾头想都没有人会同意。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愿意做谁做，我又不傻，怎么会往自己身上揽这种麻烦事儿？陈浩是可爱不假，但自己养和逗着玩完全2个概念。就甜甜那种不肯吃亏的性格，到时候他儿子磕着碰着都是我们的麻烦。一旁的舅妈却说：我都找大师给你们2口子算过了，这辈子命里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以后老了怎么办？正好把浩浩从小带在身边，等老的时候还可以帮忙照应着。我差点被气笑，我有没有孩子关你们屁事儿？挺大个人，数十年如一日的不要脸，今天这话我就当没听见。再有一次，别怪我不客气。说完这话，我就起身准备拉着顾里离开，然而舅妈竟然直接坐在了地上，
拍着大腿哭了起来，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我怎么这么命苦？不过就是说了几句话，就要被一个小辈这样指着鼻子骂，传出去，我以后该怎么做人啊？众人帮忙去拉他起身，他还威胁，如果我不答应陈浩寄养在我们家这件事，他就不活了。什么叫寄养？亲爸亲妈不管，丢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表亲家，还用自杀来威胁逼迫，这哪是亲戚？这分明是仇人。我深呼吸3口气，试图和他们讲道理。陈浩那个小孩子却觉得是我欺负了舅妈，趁人不备抢过我的手机，直接丢在了汤锅里。那是我上1个星期新买不久的手机，贵就算了，里面还存有 VIP 客户的合作资料。表姐一家不仅舍不得教训自己的儿子，反倒说我小气，和一个小孩子斤斤计较，甚至还说不就一台破手机吗？再买1台就行了，只当这样生气。陈浩躲在舅妈身后，一脸得意地看着我笑。刚才还觉得可爱的长相，此刻就像一个小恶魔。别说出了这件事，就算没有，也别想让我答应寄养。我深呼吸1口气，直接提起椅子。我承认我提起椅子的时候，当时的确很生气，表情也难免狰狞了一些。刚才还在做鬼脸的陈浩愣在原地，被我吓得哇哇大哭。爸妈着急忙慌地跑过来，试图阻拦我接下来的动作。许言，有话好好说。看到关系最亲近的人都站在我身边，心头不自觉地涌上一股委屈，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带了一丝委屈。陈浩把我的手机丢汤里了，里面保存的资料全毁了。刚才还坐在地上哭嚎的舅妈站起身，一脸不满地撇着嘴：“不就是一台破手机吗？说得好听，里边有资料，真那么厉害？再准备1份不就行了？”表姐甜甜也帮腔：“就是啊，我们家浩浩平时很懂事的，他才6岁，如果不是你一直不肯答应寄养的事情，我妈又怎么会哭？浩浩又怎么会以为外婆受了欺负？说到底还是你自己的错。”听了这话，我放下椅子的右手顿时又有些发痒。就在这时，顾里直接按住我蠢蠢欲动的手，笑着说了一句：“妍妍脾气不好，但她讲理，如果不是逼急了，她是不会动手的。”我眼眶一红，喉咙有些酸涩。手机里的资料是我用1个月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搞到手整理出来的，这下全毁了。陈浩从甜甜怀里探出脑袋来，笑容恶劣：“我就是故意的，谁让你不答应照顾我？活该！有本事你来打我呀！”略略略，甜甜笑着骂了一句：“怎么能这样和小姨说话？我们浩浩是有礼貌的好孩子，可不能学某些人没大没小的样子。”话里话外都在指桑骂槐，整个饭店包间气氛瞬间冷到了冰点。为了缓和气氛，我妈从包里拿出1个红包，还没等她开口，手里的红包就一把被陈浩抢了过去，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直接撕开了红包，一脸嫌弃：“怎么才200块钱？你们也太抠了吧！”话虽然这么说，但往口袋藏的动作却是丝滑无比，没有半点停顿。看着眼前这一出闹剧，我爸的脸色当时就黑了下来，但到底当着众人的面没有当面发作。直到临走之前，舅妈还在骂骂咧咧：“寄养在你们家的事情，好好想想，也就是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不然今天高低得让你们出一笔精神损失费。”说完，带着女儿还有外孙子趾高气昂地走出了饭店包间大门。前脚他们人刚走，后脚我爸就骂了起来：“许言，你是不是傻？刚才你要是真的动手把人砸了，寄养在你家这件事就板上钉钉，推也推不走。
你舅妈的性格是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听到这话，我一阵沉默。事实确实如我爸所说，舅妈那一家就像狗皮膏药，一旦被他们想办法沾上，以后甩都甩不掉。甜甜小时候经常把小区对门邻居家的小孩打得头破血流，对方上门要说法，舅妈却无理取闹，死活不肯认错，不止不认错，还表扬甜甜做得好，打架一点亏都不吃。学校老师、社区居委会都找过，半点用都没有，最后逼得邻居只能搬家转学。要我说，舅妈他们一家也就是没遇到硬茬，真碰上个厉害的，弄不死他。带着情绪回到家，开门的那一瞬间，肺都快气炸，真后悔刚才在饭店的时候没直接把椅子抡下去。看着眼前像进了贼一样乱七八糟的家，我的脑仁忍不住一阵一阵的抽疼，来不及换拖鞋，直接穿着高跟鞋进了客厅。果然，甜甜带着她的宝贝儿子还有舅妈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昨天刚买的贵妇面膜。这些面膜本来是准备在公司熬夜加班第二天见客户急救用的，我还没来得拆封使用，就被他们抢了先，气得我直接把包甩在了他们身边，没直接扔在他们脸上，都算我的教养。我强压着心底的怒火，直接开口：这盒面膜5000块钱，微信转账还是现金？舅妈接下面膜，眼神不善地瞪着我：什么面膜要5000多？这是金子做的不成？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画片这么大手大脚干嘛？还不如省下来给我们耗耗花。我直接掠过她身边，一巴掌扇在了甜甜脸上。我再说一次，微信转账还是现金？还没反应过来的甜甜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像是被吓傻的模样。舅妈哭喊着就要扑过来抓我的头发，却被我灵活一躲，直接摔在了地上，哎呦哎呦的叫唤个不停。甜甜听到哭声，终于反应过来，拿出手机按下电话号码：奶奶，你快来看看许妍她干的好事儿，她竟然敢动手推我妈！我要是再晚一点给你打电话，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们了。手机开的免提，全程通话都在公放。电话那头的我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声音无奈：早就和你们说过，不要打许妍的主意，你们非不听。你们现在还能活着给我打电话，也算你们命大。要不是看在亲戚的份上，许妍手下留情，怕是你们都等不到活着给我打这个电话。赶紧回自己的家去吧，真把妍妍她惹毛了，可你们也真就吃不了兜着走。甜甜脸色僵了僵，来来回回转变，像个调色盘一样，过了好久才敢抬头，尴尬地看了我一眼。自始至终我都冷眼瞪着他。电话里继续传来我老的声音：聚完餐你们不回自己家去找妍妍他们干什么？还是为了把浩浩寄养给他们两口子的事儿？我告诉你，想都别想，赶紧回你们自己家去，别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净招惹麻烦。甜甜没敢说话，只能急匆匆找了个借口挂断电话。就在这时，卫生间换衣服的顾里突然声音暴躁的怒喝声传来：滚出去！听到声音，我向卫生间走去，才发觉不知何时溜到浴室门口的陈浩手里拿着一瓶泡泡沐浴露，弄得满身都是。我眉头一皱，正桌被推门进去，甜甜却扬起手机，声音好听：妍妍，钱都转过去了，你看看，毕竟是亲戚，你给我一个面子。一看他笑得一脸谄媚心虚的模样，我的直觉就没有发生好事，所以我不顾阻拦，推开了浴室的门。顾里咬牙切齿地揉着胳膊走了出来，
原来他刚刚在换衣服的时候，被陈浩故意弄在地上的泡沫滑了一跤，直接撞到了胳膊。这简直是一个混世魔王！眼看着我向陈浩不停逼近，甜甜从身后跑过来追着我不放，嘴里不停地说着：“妍妍，陈浩他还是个孩子，你别和他一般计较。再说这5000块钱我不是都转给你了吗？你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后浩浩住在你们家的时间还长，总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闹起来，搞得大家都不好看吧？”他讨好般踮着脚尖，试图勾我的肩膀，可他只有1.56米的身高，而我却竟身高1.68米，想和我说话，只能仰着头。我这个人打小就认死理，我觉得对的事情总要叫个明白，我觉得不对的事情，天王老子来了都得给我认错，更何况是一个才6周岁的孩子。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的性格，所以就算我年收入过100万，嫁的老公家庭条件也不错，大家也一般不会找我帮忙，只有舅妈一家是个例外。小时候就喜欢拿我和甜甜做比较，话里话外都是我不如甜甜的奚落嘲讽，长大以后就变成讽刺讨好，不是拿我嫁的老公不出去上班，没有事业心说事儿，就是想方设法的从我这里拿好处。最过分的一次，是我出差专门给我妈带过来的纯手工刺绣旗袍，舅妈直接抢了过去不说，还嫌我小气，舍不得给她多带2件。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我当时并没有多说。那时候我还想，毕竟是亲戚，闹得太僵，我家夹在中间也为难。可我真的不知道，亲戚这种东西，有的人就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你的宽容忍耐，在他们看来都是懦弱胆怯的表现，他们会更进一步试探你容忍的底线。如果你依旧原则纵容放任，他们就会彻底放飞自我，恨不得踩在你头顶上，真的是越帮越给自己添堵。也不知道他最前段时间从哪里听说了我和顾里暂时不打算要孩子的打算，总是想方设法的想把表姐甜甜家的儿子陈浩寄养在我们家。在今天参加家庭聚会之前，我已经从姥姥那里知道了他们心里打的这个主意，我也曾做好过心理准备，可唯独一点，我从未想过人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竟然能将别人的东西视为己有，理直气壮，美其名曰是为了让我们提前适应带娃的生活，暗地里却是想方设法打我们家房子和钱的主意。舅妈和甜甜不同，舅妈是无理取闹，甜甜是嘴上不说，心里一大把自己的小心思。亲戚们都怕沾上他们家，平时都是能躲多远就尽量躲多远，毕竟凡是他们一家人出现的地方，大多会横生波折，不得安宁。为了避免被打扰，关起家门，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没想到舅妈她却锲而不舍，时不时的给我发微信语音，我通通没接，手机开的静音模式。可我万万没想过，他们竟然会闹到这个地步。直觉告诉我，不能一味纵容下去，否则将来会后悔的那个人必定是我。我没有理会甜甜，直接看扶着顾里说道：“感觉怎么样？严不严重？我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吧。”顾里面色委屈地看了我一眼，余光落在甜甜身上的时候，神色凝重地皱起了眉头。我跟随着他的目光，才发现陈浩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得不在现场。我推开甜甜拦在卧室门外的双手，转动门把手，可惜门里被反锁，不管我怎么用力都打不开。我看向甜甜，目光步步紧逼，还没等我说话，甜甜自己已经心虚地后退一步，嘴里不停抱怨：“不就是有一套学区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翅膀硬了，长大了就不认人了。小时候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乖乖让我带你玩的时候，不是也挺听话的？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小时候不懂事，老是喜欢追着比我大的孩子身后玩。甜甜心眼多，总是骗光我手里的零花钱去买零食，还威胁我不许告诉爸妈，不然下次就不带我去玩。再后来长大了，懂事了，就不会傻乎乎地追在他身后跑了。没想到这点小事现在也值得他拿出来当谈资，好像花着我的零花钱给自己买零食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所以对于陈浩来我家寄养这件事，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又不是我自己生的孩子，不管我对他多好，只要稍微有一件事让他不满意，他就会像今天一样满肚子委屈，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出气。再大一点，还会觉得寄人篱下，看人脸色，人间不值得。这样的诋毁、恶意，我承受不起。就算事情闹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舅妈和甜甜还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临走的时候，甚至企图把陈浩这个混世小魔王留在我家寄养。如果不是我拿出手机拨打110报警，他们还不会心甘情愿地轻易离开我家。我原本以为经此一事，两家人的关系已经彻底闹僵，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次上门。没想到有些人的脸皮比城墙都厚。第二天一早，我下班回家，刚到小区门口，表姐甜甜已经笑眯眯的，一手拿着手包，一手拉着陈浩向我打招呼：“甜甜，你这个班上的真自由，这么早就能下班，哪像我，每天上班忙的就和打仗一样，根本没时间管孩子。我先把陈浩放在你这儿一段时间，等我忙完了再来接他。”说完就急匆匆地把书包丢给陈浩，一路小跑着离开。留在原地的陈浩不仅没哭，还一脸得意地朝我做着鬼脸。我内心波涛汹涌，面上却波澜不惊，反手直接拨打了110。你好，我在小区捡到一个孩子，我怀疑他的妈妈可能犯了遗弃罪。报完警后，我就在小区院子里随意找了处凳子，安静等着警察的到来。15分钟以后，警察在监控室调查取证，确认甜甜就是他的父母。随后把我和陈浩一块带去了警局做笔录。原本还在享受二人世界的甜甜，突然接到警察局电话，语气很不好：“我都说了，我是把孩子交给他小姨带，不是遗弃，你们怎么就听不懂呢？”看着人民警察一脸无语的表情，我再次声明：警察同志，实在是对不起，我表姐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向自以为是，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从始至终都根本没有答应帮他带孩子的请求，被逼无奈之下，甜甜两口子只能匆匆赶来警局。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浸湿，模样有些狼狈。进入警察局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关心自己的孩子，反而是眉头紧皱，神色不悦地瞪着我，眼里的怒火随时都能喷发，十分不耐烦地骂道：“就让你帮忙带一下孩子，也能惹出这么多事来？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简直是读进了狗肚子里。”我摆着一副无所谓的模样：“陈浩是你们两口子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凭什么要我帮你们带？”甜甜表情一愣，随后又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柔弱模样：“妍妍，好妍妍，你就好心帮帮我们吧。我和你姐夫这2天工作忙得要死，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又远，早上根本来不及送他上学。反正你们住的地方离学校近，顺手帮一下忙怎么了？又不会少一块肉。
说完又捅了捅陈浩。陈浩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竟然也学会了当场变脸，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小姨，求求你了，浩浩以后会乖乖听话的，不会再不小心把泡沫洒在地上了。”警局来来往往办事的人群听到这话，纷纷驻足了脚步，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从小到大，舅妈和甜甜就是靠着这一招，对所有亲人各种道德绑架，逼得对方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与其说要求，不如说命令。到最后，连一句好话都没得到，反而是处处抹黑抱怨，亲戚朋友小气罢了，连点钱都舍不得借，这么小的忙都不帮。想到这，我当下打了个寒战，不就是比演戏吗？搞得谁不会装一样。我拿出纸巾，装作擦眼泪的动作。表姐，小孩子还是自己带才有感情。浩浩是你怀胎10月好不容易生下的宝贝，我可不敢越俎代庖。不就是早起半个小时吗？我相信以你的毅力是可以克服的。再说，我们这段时间除了上班，也打算备孕，实在抽不出时间帮你带小孩。甜甜听到这话，当下就收起笑脸。你不帮忙接送，谁帮忙接送浩浩？我直接无语。我们搬来这个小区也不到1个星期，之前浩浩由谁接送，以后还是谁接送？还没等甜甜说话，陈浩的爸爸已经板起脸，说话声音带着训斥的口吻。原来甜甜说你不懂事，斤斤计较，我还不信。都是亲戚，帮忙接送一下孩子有什么要紧？更何况学校就在你家门口，又不远，连这点小事都不肯搭把手，算哪门子亲戚？这话说的，他们生的孩子就因为我家住的离学校近，所以我就应该成为那个无私付出的怨种，一天天的啥也不干，净想好事儿。在警察局录完口供回到家，时间已经不早，刚进门准备洗漱睡觉，物业打来电话说小区门口有人找。我一猜就是甜甜那2口子，因为经过昨天的事情，我特意和物业还有小区保安打过招呼，不能随便放他们进来，影响我们正常生活。我所在的小区在市里也算居住人群素质比较高的小区，很少有人会蹲在小区大门口大吵大闹。甜甜2口子却丝毫不管不顾，在小区门口就闹了起来，惹得小区里的住户纷纷驻足观看。有热心的邻居好心建议，都是亲戚朋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孩子看着是个聪明懂事的，将来没准儿还有用得上人家的时候。什么叫伸把手？能帮就帮。本来我每天早晨8点起床，不紧不慢地收拾完，准时8点半从家出发，到公司的时间刚刚好。如果要答应陈浩寄养在这里，每天最起码早起半个小时为他准备早餐，还得洗碗洗锅。对于年轻人来说，早起能多睡1个小时有多重要？而且甜甜曾亲口说过，小学每天上下学都有交通管制，一进一出没有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哪怕我每天掐着时间点送过去，都很难不保证自己会错过上班打卡时间。更可怕的是，小学每天下午4点半就会准时放学，我5点才下班。为了帮他接送孩子，我每天都得迟到早退，不用说绩效，连全勤都是问题。如果正好赶上我在公司开会或者接待客户，中途我拎包就跑，领导或者客户对我又是什么看法？哪怕这样，依照甜甜2口子唯利是图的性格，我也很难落一句好。所以我不紧不慢地苦着一张脸开口：张阿姨，既然您这么好心，
每天又不用早起上班打卡，要不您就帮忙每天接送一下这孩子。放心，表姐他们绝对不会亏待您的，市场价该付多少就是多少。听到我这么一说，邻居阿姨眼神一亮，目光希冀地看着甜甜两口子。甜甜一脸紧张，说话开始吞吞吐吐。这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说什么不好意思麻烦，无非就是打的主意让我义务劳动，免费帮忙接送外加辅导作业。我冷笑一声，直接打断甜甜的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麻烦的？张阿姨干了一辈子的老师，前不久才退休，只要你按照市场价支付，保准帮你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还是说你压根就不舍得出这个钱，想空手套白狼？不会吧？难道你们两口子真这么想的？我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们，直接锤死了他们的目的。甜甜还好，站在他身边的陈浩爸爸直接忙着否认，没有，我们怎么会这么想呢？只不过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浩浩明天还要上学呢，我们就先回去了。话音刚落，一家三口就落荒而逃。留在原地的张阿姨嘴角耷拉，嫌弃地扁了扁嘴，突然说道：“我呸！亏我还帮你们说话呢，一家子小气鬼！”说完就转身向小区里头也不回地走去。小区门口剩下的几家邻居也跟着尬笑了几声，三三两两地离开，直到所有人都离开。顾里拉着我的手，亲自跑了一趟物业，再三言明，不能像上次一样私自放甜甜一家进入小区。如果因此造成的财务损失，我们有权要求物业加倍赔偿。物业经理连连点头保证，门口保安一定会严格执行，不会像上次一样失职。刚回到家里换了拖着，还没等我们坐下，家族群里已经发出一连串的消息，全部都是甜甜对我的单方面控诉。舅妈紧跟其后，直接发了一长串语音：“许言，你简直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家甜甜也是你的亲表姐，把事情闹到警局不算，你还想把我们家浩浩推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照顾，你安的什么心思？”乐于助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你不想帮忙接送，就直接说，没必要找理由骗人。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咬牙切齿。我毫不怀疑，如果舅妈此时坐在我面前，一定会用恨不得杀人的目光向我射来。她是整个家族群中最为忌讳的存在。一向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人进行攻击、评判是非，什么尊老爱幼，在他这里通通都不存在。他从来都只要他自己觉得，如果不是他在甜甜北湖怂恿点火，甜甜根本不敢把陈浩寄养的事情打在我们头上。毕竟我这个人从小就脾气不好，和甜甜一向不对付。在这之前，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不再联系。想到这，我气都不打一处来，当即在家族群里火力全开。舅妈，你是亲姥姥，现在又退休在家没事干，不帮忙接送陈浩，反过来指责我这个表外甥女做什么？喊您一声舅妈是客气，别把客气当福气。哪有亲爸亲妈活着的时候强把孩子推出去寄养的道理？舅妈一听这话，声音瞬间提高了8度，在群里发出的语音透着一股歇斯底里。我这么大的岁数，哪能帮忙接送孩子？万一出点事，我不是成了千古罪人？哪像你们两口子年纪轻轻，整天除了上班，连个孩子也没有。我嗤笑。自己亲外孙都舍不得花时间帮忙接送，反而要道德绑架我这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外人。你们母女2个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耻。
家族群里的舅妈还有甜甜根本没想到我会这样不管不顾，直接在群里开撕。更何况这件事原本就是他们不占理，所以也安静了下来，不再吭声。我最后在家族群里总结了一句：不管是谁，都不要试图道德绑架我的生活，毕竟我这个人狠起来没有道德。就这样，散会。手机开启勿扰模式，我终于可以躺在床上，安安静静享受我们夫妻二人的美好时光。小时候，爸妈有一段时间上班忙，我跟着外婆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吃不上早饭，因为舅妈说谁让我睡懒觉，其实只是她根本没有打算做我的那份早餐，她不止不做，甚至还会趁外婆不在偷偷收走外婆给我煮的鸡蛋。而我因为时间太赶，每天都只能饿着肚子上学。要说我那个时候也傻，舅妈每次都只准备甜甜一个人的早饭，还假惺惺地在外婆面前客套，许言这个孩子就是矫情，好好的早饭不吃，非要去外面买面包，要不我以后也给你带一份，就是怕不合你的胃口。那个时候的我年纪还小，为了不让外婆为难，只能低着头沉默不语。毕竟我知道自己是在寄人篱下。比我大2岁的甜甜却笑着说：妈，许言要减肥，不吃正好，你不用管他。想到这里，喉头一阵酸涩。顾里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把手搭在我腰上，声音坚定：言言，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这件事你做得很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们不用寄养，生米恩斗米仇，我们不给自己找麻烦。我把头埋在老公怀里，声音闷闷地嗯了一声，一夜无梦。第二天正好是周六，早晨不到9点，门铃就一直响个不停。我愤怒地从床上爬起，一开门竟然又是甜甜，以及站在她身后的婆婆。每个星期的休息日，因为担心我和顾里2个人懒得不想做饭，婆婆都会一大早去菜市场买各种各样的蔬菜蛋肉送过来，营养搭配，分门别类放置在冰箱中，一目了然。甜甜一开口就阴阳怪气，试图在婆婆面前给我上眼药水。吴阿姨，我不过就是想让妍妍帮忙接送2天孩子，她就在群里大吵大闹，说话那么难听，她怎么能这么过分？大家都是亲戚，顺手帮个忙有什么关系？婆婆眼神不满地瞪了她一眼，刚才看在你是妍妍表姐的份上，我才一路忍着不好意思说你，挺大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自己又不是老了残了，亲生的孩子自己不管，交给别人帮忙管，你这种人也配当妈？这话乐得我直点头。我那英明伟大的婆婆说哈还是一如既往的一针见血，谁都不惯着。我也附和着婆婆的话，就是自己忙着出去酒吧潇洒快活，还想把孩子扔到我家。甜甜，做人要点脸行吗？甜甜一脸涨红，梗着脖子，不就是让你帮忙接送一下孩子，对你来说就是顺手的事情，哪用得着这么说我？亏我还把你当亲戚。我笑了笑，按你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谢谢你我无痛当妈，免费接送辅导作业，还要承受你们的指责怒骂，做人别太精。陈浩他姓陈，不姓沈，你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无私奉献，地球也不是围着你们娘俩转。再说你老公是干嘛的？他不是亲爸吗？亲爸该干的活不干，指着我一个外人干，多大的脸？我故意带着嗓门，让门外出来看热闹的邻居对事情的来源经过都能听得更清楚些。甜甜也觉得丢脸，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我老公是个男人，
这段时间又在公司忙着升职加薪的事情，哪像你们两口子过得清闲又自在。我嗤笑，那就没办法，恕我爱莫能助。你们两口子这么忙，早干嘛去了？既然管生不管养，你们当初生孩子干嘛？难道一早就打着让亲戚免费义务帮忙的主意，恶心谁呢？甜甜被这话挤兑得脸红脖子粗，支支吾吾待在门口半天，但又无话反驳，只能灰溜溜地溜走。婆婆一脸笑意地拍了拍我的手，目光里全是赞叹满意。我们妍妍随我，嘴皮子就是利索，对付这种不要脸的人，就得给他点颜色瞧瞧。关上门进去厨房，婆婆做饭，我打下手，一片岁月静好。吃过早饭，婆婆收拾好餐桌，把垃圾带走，体贴地关上房门，嘱咐我们周末在家好好休息。本以为这么一闹，甜甜会消停一段时间，没想到她却变本加厉。快到中午的时候，舅妈直接在家族群里她说：“妍妍，听说你老公做饭手艺不错，浩浩这孩子吵着闹着要吃红烧肉，你们赶紧做好送过来。对了，不要拿塑料饭盒装，有化学物质，吃了对人不好。”没等我回复，甜甜已一口一个多谢表妹夫发了出来。没事吧？这是把我们两口子当成他们随意指使的保姆了。想了想，在这之前还真是，舅妈在家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动手做饭，原来是外婆，现在是舅舅。她还当着亲戚朋友的面说过自己命不好，只能嫁给这么一个没出息、只会窝在家里做饭的男人。我摇摇头，笑着在群里直接甜甜，你又不是残了瘸了半身不遂了，自己的亲儿子想吃红烧肉，你不动手，等着我老公去送关怀，有病吧？不等甜甜回话，我老公也罕见地在群里说话。按理说大家都是亲戚，不该这么说话，可你们也不能仗着我家妍妍脾气好，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挑事吧。自己生的孩子自己不想照顾，老赖着别人是怎么回事？群里安静了下来。过了好久，舅妈和甜甜才回了一个好字。晚上我和顾里出去餐厅吃饭，顺手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温暖幸福。刚发出去不久，甜甜就像闻着味儿一样在下面评论：妍妍就是好福气，周末休息不用管孩子，哪像我这么辛苦，东奔西跑。为了不上升矛盾，我故意气他，没办法，谁叫你喜欢小孩子呢？舅妈紧跟着来了一句：吃的都是海参鲍鱼，妍妍你花钱可真大方，明天我把浩浩带过去，也在你那儿过几天好日子，正好你帮着辅导一下作业。这是眼看着为了寄养这件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对着手机屏幕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不仅想白吃白住，还想白嫖功课辅导，绝对没门。能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仔细思量一番，我拿起手机迅速打字回复：我这段时间还要去外地出差加班，没时间帮忙辅导孩子。不过我认识一个辅导班老师，价格不贵，1小时400元。你们这么有钱，我让我朋友加你们微信聊吧。说完，我立即让同事把他曾说过的那个坑人的辅导班老师微信发过来，推荐给甜甜。发出去的微信消息显示已读不回，我获得阶段性胜利，接下来就是逐个击破。第二天一早，还不到8点的时间，门口门铃响个不停，才发现原来是一封到付的快递。打开盒子一看，是一盒马上就要过期的巧克力，盒子里还放着一张纸条，亲笔的妍妍，
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牌子的巧克力。是啊，那时候我还住在外婆家，跟着外婆一起生活。每次舅妈给甜甜买的巧克力，都会明晃晃地放在她的书桌面前，她总会故意拿出一颗，摆出诱惑的模样馋我，却舍不得分我一颗。明明买巧克力的钱是我爸妈给了舅妈照顾我的生活费，到头来却全部花在了甜甜身上，而我也只能捡着她不要的东西。就在这时，我妈突然打来电话：妍妍，你有没有收到甜甜给你送过去的巧克力？她已经知道错了，还说这是专程向你道歉的。听到这话，我气得手指都发抖。从小到大，我妈从来都是一个老好人的身份，因为是侄女，所以不管甜甜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只要和我妈撒个娇，我妈都会要求我原谅。小时候是这样，长大了依旧是，声音带着一丝哭腔，将这些年来藏在心底的委屈一股劲全部吼了出来。妈，到底谁才是你的女儿？你总是要求我原谅原谅，你知道他们一家是怎么对我的吗？因为吃不饱饭，我经常饿着肚子去学校，你给我的生活费、饭钱全被他们用来给甜甜买了巧克力、衣服、裙子，这盒巧克力已经过期了，你知道吗？不，你不知道，你只知道那是你的侄女，我也没出什么事，所以什么都可以要求我原谅。可你有问过我一句，我疼不疼吗？我妈沉默一阵，缓缓开口：对不起，妍妍，这些事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妈真的不知道，不过大家毕竟是亲戚，以后还要来往。你现在也没出什么事，把东西丢掉就算了。做人不要总是斤斤计较，要体谅别人一点。不想再听他继续唠叨的，我选择直接挂断电话。毕竟，我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试图装睡的人。小时候，我爸忙着做生意，家境比舅妈一家要富裕得多。可舅舅没什么大本事，只能靠着死工资养活一家老小。为了贴补娘家，我妈不惜提出把我寄养在姥姥家的主意。那时候，姥姥还和舅舅他们住在一起。舅妈拿着我爸妈给的高额抚养费，不仅苛待我的衣食住行，还在背后说我妈坏话。她每次都搬着一个小凳子，坐在巷口，和一群妇女七嘴八舌讲是非。她说我妈在外面和人眉来眼去，手脚不干净。我试过反击，但每次只会换来我妈的一顿训斥。不管怎么说，她是长辈，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什么随他们说去。我呀，要求不高，只要你好好学习，咱们一家平平安安的就行了。因为爸妈只生了我一个女儿，而舅妈生了一儿一女，所以她一直沾沾自喜，认为这是她生活在婆家的底气。直到我高考达到重本线，表哥表姐却连三流大专的分数线都达不到，所以舅妈为了面子，为了把我们家比下去，不惜把积攒多年的积蓄帮甜甜他们买函授本科的毕业证，还把仇恨的目光延续到我身上。又一次的家庭聚会轮到我爸妈主持操办，饭店包间吃饭的时候，亲戚朋友围坐在一起，一脸好奇地打量着饭桌上的菜色，忍不住地夸赞：哟，这是鲍鱼吧？听说这东西老贵了，这么大的个头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什么好稀奇的？现在海洋资源污染那么严重，谁知道有没有毒？舅妈俨然一副主人模样，肆无忌惮地对餐桌上的饭菜指指点点，牙齿上的菜叶子尤为醒目，一会儿和亲戚大声说笑，一会儿又指着我的肚子交头接耳。要不是场合不对，真想给他个大耳刮子。一群长舌妇，嘴里吐不出一句象牙。最过分的是，
他还像使唤佣人一样使唤我妈，一会儿要毛巾，一会儿要可乐。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把手把我妈摁在座位上。我妈拉着我的手不停摇头，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你别跟着掺和。我直接戳破舅妈沾沾自喜的模样，这是在酒店，舅妈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服务员，来来回回使唤我妈这么多趟。你以为我妈是你的保姆吗？有给开工资吗？随后我笑意盈盈地把纸巾放在桌子上，我这人说话就是直，舅妈您不会介意的哦，毕竟我们是亲戚，以和为贵嘛。舅妈听到这话，刚才脸上的得意瞬间消失不见，随后看着刚刚推门而来的甜甜，笑得一脸温柔。你也真是大意，有了身孕都不在家休息。我刚才还在纳闷，一向爱出风头的甜甜怎么舍得迟到，原来是肚子里怀了2胎。就在这时，甜甜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像个下蛋的母鸡一样，意有所指地说道：刚刚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很有可能是个男孩，就是调皮，哪像妍妍，生活的轻松又自由。呵呵，我就知道他们不安好心。舅妈听到这话，激动地直拍大腿。男孩好啊，只有男孩才能入族谱，要不然老话怎么说，养儿防老。男孩好，知道心疼吗？一口一个男孩，故意说给我妈听，简直是给人心上添堵。社会都发展到这个地步，怎么还会有人天真的活在大清朝？家里又没有皇位要继承。不等我说话，舅妈和甜甜又开始一唱一和，指责数落我。妍妍，不是我说，你这结婚都好几年了吧？怎么到现在肚子还没动静？虽然说顾里他挣的不多，但你该生还得生啊。就是再过几年都大龄产妇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到时候想生可就生不了了。要我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活得自私，只顾自己生活痛快，根本不考虑父母的感受。我们好心把浩浩寄养在你们家，让你们提前感受一下养孩子的乐趣，你还不领情？其他亲戚听到这话，也开始纷纷附和点头，都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就在我准备反驳的时候，顾里按住了我的手，冲我摇摇头，随后体贴大方地说了一句：既然表姐这么好心，陈浩寄养在我们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孩子的生活费、课后辅导作业的费用，我们得提前说清楚。迫于无奈，甜甜只能当着亲戚朋友的面，硬着头皮答应了这个条件。毕竟是她亲口说过的，她老公现在升职加薪，家里有钱，既然如此，正常收取托管费用又有什么不可以？毕竟很多事情一味逃避并不能一劳永逸，与其这样，不如主动出击。饭局结束后，第二天一早，甜甜就打包好陈浩的东西，直接送到了我家小区门口。晚上下班回家，尽管心里做好准备，可看着陈浩一脸不服气，想和顾里拼命的模样，我还是觉得恼人疼。一想到这样鸡飞狗跳的生活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生无可恋。顾里看出了我的异样，直接把家里换下来的旧手机丢给了陈浩，打发他去玩游戏。一心只有手机的陈浩对于我的存在根本不在意，甚至还觉得我挡路，推了我一把。他看向我的表情不冷不热，虽然极力掩饰，但还是能看出敌意。顾里直接冷哼一声，提着他的领子道歉，不然不给你玩手机。陈浩心不甘情不愿地说了一句对不起，转身直接拿着手机跑开，从房间里反锁上了房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一心沉浸在游戏世界中的陈浩连面都没露，全程把自己关在房间。我心有疑虑地看向对面的顾里，这么做真的有用吗？顾里一脸肯定地对着我点头，放心吧，我保证不出1个月的时间，你表姐就恨不得把她的宝贝儿子接走，再也不来我们家。刚开始接送陈浩的这几天，情况还算好，最起码顾里在辅导他做课后作业的时候，他还算听话。那段时间，我也曾经犹豫过，大人的矛盾是否应该转移在孩子的身上。不管怎么说，陈浩他都是一个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不起我的那个人只是舅妈和甜甜，和他没有关系。可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却更加坚定了我要反击回去的决心。自从陈浩被甜甜寄养在我家之后，我虽然心里不喜，但还是给他安排了一间阳光最好的客房。已经开始上小学的陈浩却连一句最起码得谢谢都不会说，反而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脏衣服全部丢在了洗手间。回房间之前只留下一句，我妈说了，我的衣服要手洗，对待长辈连最起码得尊重礼貌都不懂，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不过是甜甜花钱请来照顾他的保姆佣人。之后不久，我路过陈浩房间，就听到他在房间里拿着手机和他妈告状，妈，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接我回去啊？我住在这里一点都不好，他们都不喜欢我，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还安排我住在家里最小的房间。在那之后不久，我就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甜甜发表的求助帖，配图正好是家里储物间的那张折叠床，还有陈浩低着头委屈巴巴的眉眼。看到这一幕的我，当下忍不住心里的怒火，就要冲出去找甜甜当面对质。好巧不巧，正好赶上了我妈过来我家，她看到卫生间堆成一堆的小孩衣服，伸手就要去洗。我在一旁连忙阻拦，这么多的衣服，如果全部都要手洗得手，洗到什么时候？再说陈浩他是个男孩子，男孩子不能太娇生惯养。我妈想了想，也是，就喊陈浩出来，想和他商量能不能用洗衣机洗。陈浩低着头，一心盯着手机，不耐烦地皱眉。姑老，我妈说了，我的衣服必须全部手洗。再说，我妈花了钱的，这些衣服就应该小姨帮忙手洗。对了，还有鞋子也得刷干净。我笑了笑，以前怎么没听你妈说过，你还有洁癖这个毛病？再说，你不是会做家务吗？你妈说你洗衣做饭样样都是好手，想手洗你就自己动手。陈浩目光凶狠地瞪了一眼，转身跑回房间，重重地拍上了房门。我妈看着我手机保存下来的截图，以及甜甜那明晃晃的人物头像，气不打一处来。因为甜甜是她的亲侄女，家里条件也不算好，所以这么多年，凡是我有的东西，我妈都会给她准备一份。就连陈浩寄养到我家这件事情，我妈也是站在他的角度帮他说话。就连陈浩这段时间住在我家的生活学习用品，我妈也买了不少，生怕他觉得自己寄人篱下，被学校里的同学嘲笑。可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是诋毁、辱骂，甚至反咬一口。从那以后，我妈就打定主意不再插手我和甜甜之间的矛盾。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再加上身边没有人督促，原本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的陈浩彻底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所有心思基本全花在了手机上，根本静不下心思学习。我老公顾里也是鬼畜，看着他学不进去，不止给他手机玩游戏，还打开电脑手把手的教他。
不得不说，现在的小孩就是聪明，新脑子就是好用。陈浩在玩游戏这方面也算个小天才，一点就通。过了半个月，二人世界的甜甜终于心血来潮，想起我们家还有他的宝贝儿子，所以挑着下班时间，心血来潮到我家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发现这段时间陈浩放学以后根本没有做家庭作业，反而一直在打游戏，当场气得伸出手指，说话舌头都捋不直，一直站在原地。你个不停！顾里那死鬼面不改色的把另外一个游戏手柄直接扔到他手里，美其名曰告诉他一定要学会打游戏，以免生了老二和老大没有共同语言。甜甜的表情那叫一个丰富多彩，斑斓多姿，拽着陈浩的胳膊就要离开我家，连陈浩留在我家的那堆东西都来不及拿，几乎被他一路拽着的陈浩还在哭嚎：“我要回小姨家！你这个坏妈妈，我不要跟你走！”留在原地的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这是打游戏还打出了感情，连亲妈都不打算认了。从那天起，甜甜还有舅妈一家除了在背后吐槽几句，到底没有再打过寄养在我家的主意。再一次见到他们一家的时候，是在跨年夜，这时候的甜甜已经怀孕5个月。那天我和顾里正在电玩城玩游戏，突然听到少年不远处传来一阵小孩的哭闹声。我和顾里对视一眼，好奇地向人群中走去，怪不得觉得声音耳熟，原来还真是陈浩那小子。回到甜甜身边的陈浩不仅没有变得更听话，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的调皮捣蛋，光是被学校老师请家长都不知道请了有多少次。听路人说，原来是刚刚打游戏的时候，陈浩当众掀起一个女孩的裙子，当时甜甜他们2口子就站在身边，被掀裙子的女孩一把打掉陈浩的手，陈浩就开始躺在地上撒泼打滚，不依不饶地哭闹了起来。已经上1年级的小学生，连最起码的尊重礼貌都不懂。反观一旁站着的甜甜夫妇，还自恋宠溺地看着地上打滚的儿子笑。不等那个女孩子说什么，甜甜已经率先开口：“我们儿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一个大人怎么还和一个小孩一般计较？如果不是你刚才挡住他的视线，他也不会着急掀你的裙子啊！”看着睁眼说瞎话的甜甜，我都快被气笑了。还不等我做什么，顾里已经半蹲下身子，一脸安抚地看着陈浩，还把手里的游戏币框全部递给了他。也不知道他在陈浩耳边说了什么，陈浩已经一脸开心地站起来，一脸开心地说了一句：“谢谢小姨、小姨夫。”甜甜看着我的目光透露着些许不喜，只不过碍于公共场合，到底没再说什么。至于被掀裙子的那个女孩儿，眼看着遇上蛮不讲理的一家3口，也只能打掉牙齿，把委屈都吞下。离开电玩城的时候，陈浩还恋恋不舍地看着我和顾里，在甜甜2口子的再三催促下才跟着离开。看着他们一家4口大包小包离开的背影，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原本开心的一天，就这样被硬生生毁了。陈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实在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谁的问题。用顾里的话来说，这个孩子早就被甜甜2口子那样的父母毁了，从小生活在那样一个虚荣自私自利的家庭，小孩子耳濡目染的就会长成大人的那个模样。更何况舅妈一家一向重男轻女，陈浩又是他们家的第1个外孙子，说一句独苗苗都不为过。那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只有甜甜
对陈浩还算换得严格，因为自己当年没考上大学，所以哪怕离家再远，也要想尽办法托人找关系，把陈浩送进一所重点小学。只可惜他的这一番苦心，早就被他们一家教歪了的陈浩根本不会理解。对他而言，这更像是束缚，是失去自由。用顾里的话来说，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熊家长的支持。每个阶段的熊孩子行为，陈浩几乎都尝试了个遍。甜甜骂过也打过，可陈浩根本不在意。学校里的同学，花园里的树木花草，几乎都曾遭遇过他的毒手。听我们小区的业主说，陈浩所在的1年级班里的所有家长还单独拉过一个群，研究怎么和学校申请把陈浩调离这个班。没错，被甜甜一家荼毒的受害者远远不止那个当众被掀裙子的女孩一个人。那天我下班回家，路过学校，一对年轻的小情侣站在学校大门口，表情凝重地站在家长等候区内。旁边站着的是垂头丧气的陈浩以及班主任老师。看到我出现，那对小情侣不知为何对我怒目而视，我也莫名其妙地瞪了回去。突然，陈浩的班主任老师开口问我：“你好，请问你是不是陈浩同学的家长？”我心里咯噔一下，隐隐感觉一定是陈浩又在学校里闯祸了，随即连连摇头否认：“不，我只是路过。我现在已经懒得管甜甜他们一家的闲事，只要不闹到我头上，怎么都好说。”那对小情侣中间的男人却冷冷开口：“你是这个孩子的小姨，有一次学校放学的时候，我见过你。”站在他身边的女孩轻轻拉了拉他的左手，小声说道：“要不然我们还是直接报警吧。”报警，这可是个好主意。我直接对着他们笑了笑：“你们这话说得对，有事应该找警察，方便我们大家。还有，我再声明一句，我和他妈只是表姐妹，关系一般而已。”说完这句话，我头也不回地回到了家，生怕被身后的这群人缠上。我刚换了家居服，准备和顾里一起吃饭，手机就嗡嗡地响个不停。原来是舅妈一直在群里发消息：“许妍，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是不是让人报警抓浩浩了？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这么狠心？”不等我回复，顾里已经拉着我的手走出了家门，一脚油门赶到了警局去看热闹。警局政务大厅乱哄哄的，像个菜市场一样热闹。白天路过学校见到的那对情侣，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姑娘，甜甜挺着大肚子，一脸苍白，恨铁不成钢的拍打着陈浩的背，连声怒骂。目光落在我身上，突然红着眼眶扑过来，作势要打我。许妍，我和你什么仇什么怨？你要撺掇着外人把我的儿子送进警局。我动作灵活地躲过他的攻击，别一天到晚发疯，这可是警察局，有事儿说事儿。对面的那对小情侣也开始帮我说话，这事儿的确和我没多大关系，说到底就是陈浩的家教太差，在学校门口公然掀起女同学的裙子，还当众带头嘲笑，才有了今天这么一出。弄清楚事情的起因经过，甜甜动作强硬地摁着心不甘情不愿的陈浩向对方道歉。一向嚣张的陈浩满脸仇恨地瞪着甜甜，动作凶狠地朝他的肚子上撞去，直直地把他撞倒在地，血流成河，孩子没保住。甜甜也因为大出血被摘了子宫。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陈浩还在一旁露出得逞的笑容。从那以后，甜甜只能把所有注意力放在陈浩身上，一心逼着他要学习成才，结果却不如人意。再加上陈家爷爷奶奶的支持纵容，
陈浩彻底和甜甜离了心，只觉得这个天底下最可恶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甜甜也因为这件事变得更加阴郁，甚至可以说丧心病狂，得了疯病。在亲戚朋友面前，一向得意的舅妈也因为这件事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变得低调谦逊起来。经过此事，我也终于明白，人性的丑恶在于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恩过生害。对一个深陷泥沼或绝境的可怜人，我们可以救急或者救命，唯独不能救穷，更不能在他绝处逢生后想着锦上添花，否则将后患无穷。我们不是圣人，救不了众生，我们能救的只有自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